欢迎收听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蛮重要的讯息哦。就是教宗良14世，他特别对年轻人说了一些话。对，这个最近讨论度蛮高的。没错，我们手上主要有他在加哥哥那场演讲的稿子，标题是以信仰为灯，点亮年轻人的希望之路。还有一些相关的记录啊、访谈摘要。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一下，看看这个讯息到底在讲什么，还有他怎么回应现代年轻人可能遇到的那些挑战。了解，就是来拆解一下这个讯息的核心。对，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哦。教宗他一开始其实蛮直接的，就谈到年轻人可能会有的困境。像是什么？比如说，特别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感觉到的孤立感啊、焦虑、孤单，甚至可能到忧郁、悲伤。这些感受好像蛮普遍的。对啊，他还引用了圣奥古斯丁说的那个不安的心 Restless hearts。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选在芝加哥白袜队的主场讲这些。对耶，在一个球场。对啊，一个很有活力的地方，但谈的是比较内心的东西。这个对比，蛮特别的。确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不是只有点出现象，你知道吗？它是把这些现代人的挣扎跟很深的神学基础连在一起。哦，怎么说？他强调说，天主的爱是真的有疗愈力的，而且能带来希望。他用了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神，他们之间那种完美的爱跟共融，来当做一个典范，一个理想的社群的样子。对，就是说这种神圣的共融，其实是分享给所有人的。他也一直说，天主不是远远的，他是积极临在的，而且是主动接触每一个人的。所以不是我们去找他，而是他来找我们。也有这个意思。核心讯息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希望。然后他引用圣保罗那句很有名的话：“望得不负人。”希望不会令人失望。这听起来好像有给出一个方向感了。对。那具体来说，教宗希望年轻人怎么做？就是要怎么去抓住这个希望？他其实有提出很具体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要建立像兄弟姐妹那样的社群情谊。社群，不管是在家里啊，在堂区，就是说在你我身边的教会小团体，或平常跟人相处。再来一个很关键的是服务他人 ，service to others。对。教宗认为就是你在为别人付出，还有建立那种真实连结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他也鼓励大家要一起，就是共同体验信仰生活，不要自己一个人。所以说，建立社群跟服务他人，这不只是好听的话，而是真的可以解决前面说的孤独、焦虑的方法。完全正确。你如果把它跟更大的画面连起来看这些行动根本就是针对前面讲的那些不安的心开出来的药方。他们是通往内在医治，还有找到生命目标的那个具体的路径。了解。那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天主的爱是白白给的，是我们不用努力去赚来的。Unearned God's love。对。然后他呼召我们的，就是用慷慨的态度去回应、去分享，然后去超越那些只顾自己的自私的方式。哇，这里有一个比喻，我觉得超有画面感。教宗称年轻人是希望的灯塔 Beacons of Hope。对，这听起来不只是自己有希望就好没错，它代表一个共同的使命。不只是自己抱着希望，还要变成那个传递希望的人，去宣扬真正希望的讯息，然后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多一点和平跟和谐。这也回应到一开始讲的不安的心。对，很巧妙。教宗觉得那种内在的不安跟渴望，其实不用去压抑它，也不要用什么世俗方法去麻痹自己，反而是要去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感觉到天主可能希望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感动别人。这就再出一个问题给我们每个人了，特别是给你。就是说，你要怎么回应你心里那份不安、那份渴望呢？是选择逃避，还是把它转化成一种动力，去寻找更深的意义，甚至是去服务别人？对，这个问题很个人，但也很重要没错。
好，那我们来快速整理一下今天聊的哦。教宗良14世的这个讯息，他很深刻的看到现代年轻人的挣扎跟不安。他有同理。对，但他不是停在这里，他指出了希望的来源，一个是天主那份能治愈人心的爱，另一个是在信仰团体里找到归属感的力量。还有就是透过服务他人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对，行动。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变成那个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希望的灯塔。总结得很好。那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回去想一想的问题。好啊。教宗特别强调我们要慷慨分享天主给我们的所有东西，就算那些恩赐感觉好像是白白得来的礼物，是我们没做什么就得到的。那你不妨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哪些天赋才能时间，或是关心别人的那种能力，让你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一份礼物。然后再想一想，如果去分享这些特定的礼物，会不会就是你开始成为那道希望之光，你自己的独特方式呢？这是一个很棒的思考点。感谢收听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下次见，拜拜。拜拜。